嗨，我是 Angel，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今天這支影片呢，我想做一件不一樣的事情。我們常常聽到 GPT、Transformer、BERT 這些名字，但你有沒有想過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？它們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？為什麼 ChatGPT 突然在2022年爆紅，而不是更早？那這背後其實是一條非常清晰的進化脈絡。從2003年一路一直到今天，每一個新模型的出現都是為了解決上一個模型的問題。所以今天我要帶你從頭梳理整條脈絡，不是硬背名詞，而是理解每一步背後的邏輯。為什麼要這樣做？解決了什麼問題？又帶出了什麼新問題？那我保證看完這支影片，你對 AI 的整個底層架構會有一個清晰的全貌。我們開始吧。要理解 AI 的進化史，我們要先從最基礎的問題說起。電腦怎麼知道一句話是人話？對人類來說，我在吃飯和飯吃在我，你一眼就可以知道哪一個是正常的句子。但是對電腦來說，它完全不知道，它看到的只是一串文字，它不懂語法，不懂邏輯，不懂上下文。所以語言模型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，就是讓電腦學會判斷哪個字放在一起才會是一句合理的話。早期最經典的解法叫做 N-gram 模型，它的邏輯很簡單，想預測下一個字就看前面的2個或3個字。比如說我今天去什麼，後面接上班的概率遠高於月亮。這是最純粹的統計方法，大量的語料跑完算出來每一個詞出現的概率，它被廣泛的用在輸入法、翻譯這些地方。那在那個年代已經很有用了，但是呢，它有2個很明顯的致命傷。第一就是記憶太短，它只記得前面的2-3個字，再遠的上下文完全沒有記憶。你跟他說了一段很長的話，他最後只記得最後的幾個字。第二就是泛化能力幾乎為零。什麼叫做泛化能力？就是舉一反三的能力。N-gram 不知道貓和狗都是動物，不知道它們之間的關係比貓和太陽要近得多。對他來說，每一個詞都是孤立存在的，沒有任何的語義關係。2003年一篇論文改變了這件事。這個模型叫做 NNLM， 前饋神經網絡語言模型。它做了2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引入了神經網絡。在這之前，所有的語言模型都是純統計的。NNLM 是第一個把神經網絡用進來的語言模型。那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跨越。第二是提出詞嵌入這個概念，這是整個現代 AI 最核心的基礎之一，所以我要稍微說清楚一點。詞嵌入英文叫做 word embedding， 它做的事情是把每一個字轉換成一個多維度的向量。什麼意思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坐標系，貓在這個空間裡有它的坐標，狗的坐標跟它很近，因為它們都是動物。那太陽的坐標就會很遠。有了這個向量之後，電腦終於可以理解語義關係了。它不再是把每一個詞看成是孤立的符號，而是能夠感知到這個詞跟詞之間的距離和關係。這個概念後來影響了整個 AI 的發展。所有你現在看到的大語言模型底層都離不開詞嵌入。但是 NNLM 也有自己的問題，它的目的是預測下一個詞的概率。所以它把大量的計算力都放在最後這個預測的步驟上，這讓整個模型非常的笨重，沒辦法用大規模的語料來訓練。所以詞嵌入雖然被提出來了，但是訓練效率非常的低。這個時候 Google 的工程師們就開始動腦筋了。Google 的思維很直接，詞嵌入是一個好東西，但是 NNLM 後面的那一段計算下一個詞的部分太重了，那我把那一段直接砍掉，只留下詞嵌入，然後呢，專門為訓練詞嵌入打造一個模型，不行嗎？那這個就是2013年出現的 Word2Vec。Word2Vec 裡面有2種不同的訓練方式。Skipgram 把一個詞放進去，讓模型猜它周圍的詞，就好像給你一個吃，讓你猜上下文，可能是我飯這樣。第二個是 Cbow。反過來，把周圍的詞給你，讓你猜中間挖掉的那個詞，就像填空題一樣。透過這2種方法，用海量的語料不斷的訓練 ，Word2Vec 能夠產出質量非常高的詞向量。國王減去男人加上女人等於女王，
這個是一個著名的例子，就是 Word2Vec 訓練出來的詞向量能夠做到的事情。Word2Vec 的出現讓詞嵌入終於能夠大規模的訓練了，語義理解的基礎也算是打好了，但接下來的問題是詞嵌入有了，然後呢，它要接到什麼模型裡去用？那個時代最流行的模型是 RNN 旋回神經網絡，以及它的優化版本 LSTM。RNN 的邏輯很像是人閱讀的方式，一個詞一個詞的處理，每一次處理一個詞，就把這個詞的資訊記住，然後帶着這個記憶去處理下一個詞。把 Word2Vec 訓練出來的詞向量接到 RNN 裡面，拿去做翻譯，聽起來很合理，對吧？但這裡出現了一個很尷尬的問題。早期的 LSTM 有一個限制，輸入和輸出的長度必須是一致的。你輸入3個詞，它就輸出3個詞，但翻譯哪有那麼整齊的？中文說我在吃飯4個字，英文 I'm eating 3個字，字數就對不上了。所以這個限制讓它在翻譯這個最實用的場景裡面表現非常受限。於是，在2014年，科學家們提出了 Seek-to-Seek 的架構，它的核心思路是把模型拆解成2個部分。編碼器 encoder 把輸入的句子不管多長全部都壓縮成一個向量，只進不出。還有解碼器 decoder 拿出那個壓縮好的向量，然後一個詞一個詞的往外輸出翻譯的結果，只出不進。這樣子輸入跟輸出的長度就不需要一致了。這個編碼器解碼器的架構後來成為了整個 AI 的重要骨架，一直沿用到了今天。但 Seek-to-Seek 也有它的問題，當句子很長的時候，編碼器把所有的資訊壓成一個固定大小的向量，很多細節就被壓縮掉了。你想想，你要把一篇文章壓縮成一個點，裡面的資訊量損失會有多大？這個問題叫做資訊瓶頸。那為了解決這個資訊瓶頸的問題，2014年年底出現了一個新概念 Attention 注意力機制。它的想法非常的直觀，非常像人類閱讀的方式。你在讀一篇文章的时候，不是每一個字都同等的重視，你會重點關注那些跟你當前理解最相關的部分。比如說你在理解它這個代名詞，你的注意力會自動的回到前面的那個被提到的人名。所以注意力機制讓解碼器生成每一個詞的時候，都能回頭看整個輸入的序列，並且決定這個時刻我應該重點參考哪些輸入。這大大的緩解了資訊瓶頸的問題，翻譯質量也有了明顯的提升。但問題還在，底層用的是 RNN， 而 RNN 有一個結構性的缺陷，就是它必須按順序計算。第一個詞處理完了才能處理第二個，第二個完了才能處理第三個。這個是串行的，不能並行。意思就是不管你的硬體有多強，有多少個 GPU， 它也沒辦法同時處理多個詞，效率永遠都是天花板。2017年 Google 再次出手，這次他們的想法是注意力機制這個東西很好，但是 RNN 太拖累了，那我把 RNN 也砍掉，只留注意力機制，然後補一個位置編碼來記錄詞的順序，行不行？這個就是那篇劃時代的論文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。 Transformer 就此誕生。 Transformer 最革命性的地方是它可以並行的計算，所有的詞可以同時處理，不需要等前一個詞計算完後一個才可以開始。這意味着 GPU 的算力終於可以被充分的利用，訓練速度可以成倍的提升。 Transformer 同樣保留了編碼器和解碼器的架構，但內部全部換成了基於注意力機制的計算方式。它的出現開啟了整個現代大語言模型的時代。後面你聽過的模型 BERT、GPT、T5、Llama、DeepSeek 全部都是基於 Transformer 架構。所以如果說 AI 的歷史有一個最重要的轉折點，那就是2017年的 Transformer。Transformer 有編碼器和解碼器兩個部分。2018年這兩個方向分別誕生了兩個重要的模型。BERT 來自 Google。BERT 選擇了只用 Transformer 的編碼器部分，編碼器擅長的是理解，把一段文字接進來，充分分析它的語義。BERT 的訓練方式叫做遮罩語言模型，就是把句子裡某一些詞遮住，然後讓模型去猜那個詞是什麼。
通過這種雙向的預訓練 ，BERT 對語言的理解能力非常的強，它非常適合做閱讀理解、文本分類、情感分析這類需要深度理解的任務。那還有一個就是 GPT， 來自 OpenAI。GPT 選擇只用 Transformer 的解碼器部分，解碼器擅長的是生成，給你一個向量，然後一個詞一個詞往外輸出。GPT 的訓練方式也很直觀，給你前面的詞，預測下一個詞，不斷的重複，直到生成完整的文本。但2018年的 GPT 參數量還很小，能力也很有限。OpenAI 接下來做了一件事，說起來很粗暴，但非常有效，瘋狂的堆算力，瘋狂的加參數。從 GPT-1 到 GPT-2，再到2020年的 GPT-3，參數量從 1.17 億跳到了1750億。GPT-3 的出現讓整個業界都震驚了。它能寫文章，能寫程式碼，能做翻譯，能問能答，在很多的任務上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能力。但 GPT-3 有一個很微妙的問題，它的本質只是一個接龍的機器，它不是一個對話助手，它只是在不斷的預測下一個字。你跟它說請寫一首春天的詩，它可能會理解成一個接龍的開頭，然後繼續生成請寫一首夏天的詩，請寫一首秋天的詩。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你在問他問題，所以那個時候人們需要非常精心設計那個 prompt 提示詞來引導他的行為。你要用大量的例子去告訴他這是一道題，這是答案，那接下來給我生成下一道題的答案。這個是 GPT-3 時代的使用方式，非常強大，但也非常的不自然。GPT-3 很強，但它跟人類的对話方式完全不符合我們的習慣。OpenAI 意識到了光有能力還不夠，還需要讓模型學會怎麼跟人說話。於是他們就引入了一個新的訓練方式 RLHF， 人類反饋強化學習。簡單來說，就是讓真實的人類評估員去評價模型的不同回答，哪個好，哪個不好。然後模型根據人類的反饋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行為，朝着更符合人類期望的方向去最佳化。那這個過程就像訓練一個員工，告訴他什麼樣的回答是好的，什麼樣是不好的，讓他慢慢學會。那經過 RLHF 之後，模型從一個接龍機器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對話助手。你說請寫一首春天的詩，他會回你一首詩，就不再是繼續接龍，而是真正理解你的意圖，然後給你想要的答案。2022年11月 ChatGPT 正式推出，然後你知道接下來發生什麼了？它在5天內突破了100萬的用戶，2個月突破了1個億的用戶，成為史上增長最快的消費者應用。那整個世界開始意識到了 AI 的時代真的來了，後面的革命就開始了，也就是大家看到了各種 AI 模型的出現。當我們快速回顧一下這整條進化線，你可以看到每一步都是在解決上一步留下的問題。這不是偶然的，這是科學發展本來的樣子。發現問題，提出假設，驗證，再發現新問題。那我知道一次講了很多，但我希望你帶走的不是這些名詞，而是整條邏輯線。每一個模型為什麼出現，解決了什麼，又帶來了什麼。理解這整條線，你看現在任何一個新模型都不會再覺得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。那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記得按讚訂閱我的頻道，也歡迎追蹤我的 IG， 也歡迎在留言告訴我你對哪一個環節最感興趣。我們下支影片見，拜拜。